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！好久不见，欢迎来到 HSK 5级的考前辅导系列课。今天我们接着说书写部分。今天是书写的最后一个部分了。听完它呀，我们就把整个书写的内容，所有的这些语法点都告诉大家了。也希望听完今天的课以后呢，你们回去好好的再复习复习，哪一个部分不太懂，还有不明白的地方，再听一听课程，说不定就明白了呢，是不是？一定要复习哦，非常重要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来看我们书写的最后一个部分。这最后一个部分其实还是由几个小部分组成的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先看，说一个句子里边有什么？有两个动词，但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是，两个动词之间还有个宾语。我们已经说过两个动词的话题了，对吧？那些是其中的一个句型。今天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宾语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？先看可以做这个第一个动词的动词有什么？第一组都是单个的，让。老师让我写作业，非常简单的句子，是不是？叫，他叫我去拿快递，这些都是让、叫、令、使、助。一般这些词后边都是引出来一个人引出来一个宾语，一般是人，常用的是人。看一看我们的例句，这个消息让大家很激动。这个消息是主语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动词是让，让后边是谁呢？让谁呀？让大家。大家怎么样？很激动。有人说真是太好了，这消息很好，所以我太激动了，对吧？可以，这个消息让大家很激动。那除了这些可以做第一个动词外，还有什么呢？第二组，比如说安排这个人去做什么事情，批准你去参加什么会议，建议你去哪里玩，邀请你参加什么聚会，对不对？同样也是这些动词后边加一个人，然后再加让这个人做的动作，是不是看我们的第二个例句，那个公司安排我明天面试。首先主语是那个公司，那个公司做了什么动作呢？做了个安排。安排谁？我们的宾语是我，安排我做什么？明天面试。很好，刚刚一开始老师就说了，这个句子宾语有点特殊。我们看一看这两个例句，大家想一想，这个宾语特殊的地方在哪儿呢？一起再来读一读，这个消息让大家很激动。那个公司安排我明天面试。好，一起看一看首先主语一个是消息，一个是公司，对吧？公司发出了一个动作，安排的人是我去面试。其实后边我明天面试是不是也是一个句子？这个小句子的主语是我，但我又是安排的宾语，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个主语，这个我既在第一个动词里边和它组合在一起当它的宾语，也在第二个组合里边当这个动作的主语，它有两个身份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样的句子其实就是一个主体发出了一个动作，告诉第二个主体你要去做什么。第二个主体呢，这个我，这个大家，既是第一个动作的接收者，也是第二个动作的怎么样发出者。我既接受了安排，同时我也主动的怎么样去参加了面试。
很好。再看一看这样的动词一含有哪些呢？说服。老师说服了你，说服你做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耽误。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，耽误你的行程了，后边你要做的事情其实还是你来做嘛。打扰，还有类似的妨碍。看个例子，请不要打扰我工作。省略的是什么？第一个动作的发出者，很好。祈使句，请不要，不要，第一个人你不要怎么样？不要打扰我，这是他的动作，他打扰你了，打扰你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工作，很好。请不要打扰我工作。还有呢，欢迎、鼓励、感谢。比如说，欢迎大家参加我的聚会。欢迎大家听我们今天的课程，对不对？首先我说出了这句话，我在欢迎你，但是后边这个动作参加聚会、听课是你发出来的，所以还是我们的句型主语动作一，宾语然后动作二。宾语既是动作一的接收者，也是动作二的发出者。再看还有什么？表扬、羡慕、支持。看一个例句，老师表扬玛丽通过 HSK 5级考试。谁表扬的？老师。老师表扬谁？表扬玛丽。玛丽怎么样？做了什么事儿让老师表扬了？玛丽通过了 HSK 5级考试。所以这些词都可以用在动作一，动词一的位置。这些呢也都是5级大家应该掌握的词汇。有哪个词的意思不熟悉，它的用法还不太明白的，一定要下功夫了。在这里给大家先列出来，你们要知道，看到这个词想一想，它可以说一个什么样的句子。好，再看还有什么？还有讨厌、批评、怀疑，这些其实一般呢考试当中出现的比较少。为什么？因为都是比较消极的，所以把它放在了最后看到这个词，我们先来看个例句。警察怀疑那个人是小偷。主语，大主语，警察。警察做了什么动作？怀疑了，产生了怀疑。怀疑什么？怀疑那个人。那个人怎么样？那个人是小偷。所以还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句型。所有的词应该掌握的都在这里了，这只是一部分，但是是比较常用的，大家熟悉熟悉。好，看完了这些词，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练习，关于第一部分的练习。第一个，航班、大雾、天气导致延误。找一找有什么样的动词呢？导致还有一个延误，很好。导致了什么？导致延误了。什么导致延误了？大雾天气导致延误。那是什么延误了呢？飞机延误了，很好。那我们的句子呢？大雾天气导致飞机延误，很好。在这里做这个句子要给大家强调的一点是什么？注意导致的用法。导致后边我们都知道加的是一个结果，那这个结果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？是不好的结果。千万不要说听了老师的课导致我通过了考试，这一定是一个错误的句子。因为通过了考试是好的结果，导致后边是什么？不好的结果。非常好。再看第二个练习。遗憾、真是、令人、
这件事，太，还有了。太什么什么了，哎，想到了一个形容词的用法，是不是？太什么什么了，那中间用什么形容词？太遗憾了。有人说呀，老师，你这讲的是2个动词，怎么跑出来一个形容词啊？我们说动词主要呀是想让大家知道，一般啊做谓语，对不对？做谓语的大部分都是动词，但还有一个很大的群体是什么？对，是形容词，就是我们说的形容词谓语句，这些都是语法的内容。形容词谓语句最简单的就是我很好，没有动词，但是很好也充当了动词应该充当的那个角色，所以呀就不细分了，都给大家放在这里。但你们要知道，其实啊形容词也是可以当谓语的。好，除了太遗憾了，你还可以找到什么小组合？令人，对不对？令就是第一个动作啊，第一个动作令人，这个人怎么样？这个人太遗憾了，他感觉到太遗憾了，是吧？那是什么令人遗憾？这件事，然后加强一下它的语气呢？这件事真是令人太遗憾了。两个，第一个是令，第二个是太遗憾了，都可以充当的是谓语的成分。第一个令是动词谓语，第二个是形容词谓语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第三个练习。欢迎我校来参观大家。这个呀，一看就是一个欢迎语，很简单的，对不对？首先，欢迎谁？欢迎大家。大家做了什么？大家来哪儿？来参观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的句子呢？欢迎大家来我校参观。哎，这个呀，就是跳得太快了。这个呀，就是怎么样啊？首先呢是欢迎你们来哪儿呢？来我校做什么？来我校参观，很好。接着看下一个，要他出席此次学术讨论会，邀请专家。几个动词？2个。第一个，邀请专家；第二个，出席此次，对不对？这是比较明显的2个动词。还有一个要，看到要一般啊就想到要做什么动作，对不对？它呀放在整个动作的前边，所以它肯定在这2个动作的前面。那邀请专家和出席哪个先发生？你先邀请，别人才能出席吧？是专家出席。好，出席什么？出席此次学术讨论会。所以我们的句子又出来了，他要邀请专家出席此次学术讨论会。首先第一个人是他呀要邀请，这是他的动作，他邀请了专家。专家做了什么呢？专家呀出席了这次学术讨论会。所以一步一步来，不要着急，找对了每一个动作是谁发出的，然后把这个动作放在发出动作人的后边就可以了。再看下一个，安排王总我房间预定。2个人2个动作，第一个人王总，第二个人我。第一个动作安排，第二个动作预定，对不对？想一想，谁安排谁？王总安排我，对不对？肯定是领导要安排任务了，所以第一个是王总安排我。那我去做什么呢？我去预定什么？预定房间。句子呢？王总安排我预定房间。很好，接着看，耽误
经常，我，朋友的电话，学习。哎，看到这个，你应该怎么来做？怎么去给它排序呢？哎，说呀，找动词，对吧？看到了有一个耽误，有一个学习。想一想，耽误我们在哪儿说过？哎，说呀，动词一可以做什么？可以找的那些动词是不是？你呀要耽误一个人，耽误他去做什么？你把人家的时间占了，人家就不能用那个时间来学习了，你就是耽误了别人的学习，对不对？所以呀，首先是耽误学习，耽误谁？哎，可以是耽误我，当然是我了，我才是个人嘛，我学习。耽误我学习，什么耽误了我的学习？朋友的电话，很好。那经常呢？经常啊，放在耽误学习的前边。朋友的电话经常耽误我学习，两个动作，耽误，第二个学习，经常表示时间的频率放在你动作的前边。然后把主语放在句子的开头就可以了。接着看，上涨，导致，蔬菜价格，天气原因。一看到原因导致，怎么做呢？蔬菜价格，价格会怎么样啊？涨，对不对？蔬菜价格上涨，导致的是一个不好的结果，那一定就是价格上涨。你不希望它涨价吧？那就是导致蔬菜价格上涨。什么导致？天气原因导致蔬菜价格上涨。还是记住，导致后边是不好的。第8个，家人，参加，他，支持，这次表演。先找一找有什么样的动作。支持很好，还有呢？参加非常好。想一想，参加什么？参加这次表演，对不对？参加这次表演，谁参加？家人参加还是他参加呢？再看第2个是找到了支持这个动作，对吧？一般呢都是家人去支持你做什么事情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支持它的发出者是家人，放在家人的后边。家人支持，支持谁呢？支持他，他做了什么动作？他参加这次表演。句子读一读，家人支持他参加这次表演。很好，接着看下一个。指导，王老师，我，写毕业论文。在这个里边有2个人，对不对？一个王老师，还有一个我，什么动作呢？一个指导，一个写。看到写，你想写什么？写毕业论文，对吧？那是你指导老师，还是老师指导你呀？肯定是王老师指导我写毕业论文，是不是很快就出来了呢？所以这种2个动词的呀，一定要想想清楚了。找一找是谁发出了第1个动作，谁发出了第2个动作，是谁发出的，谁就在动词的前边。好，这个呀就是一个小技巧，需要你们想一想，然后做题的速度就快了。好，看完了一个句子当中可以有什么？有2个动词之外呀，还可以有2个宾语，非常好。这2个宾语大家需要记住的是什么？对，一个是人，一个是物，人在前，物在后。
先来看一看啊，我们有哪些的动词可以引出来2个宾语呢？第一部分，落单儿的这种一个字儿的记、陪、转、罚、叫、教、求。怎么说呢？看个例子啊，比如说呀，警察罚了我100块钱，用的是罚，对不对？首先，警察做了一个动作，罚款，罚的是谁？罚的是你，罚了你多少？罚了你100块钱，所以其实是2个宾语，人在前，物在后。再举个例子，简单的，叫。我们都叫他张老师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叫他，叫的是他，叫他什么？叫他张老师。调皮的告诉呀，迫不及待的已经出来了。他在第2行，告诉、指导、请教、辅导。告诉最简单的就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谁都喜欢听这句话，最喜欢的就是听到好消息了啊！告诉大家，大家呀是听的人，告诉的东西是什么？是一个好消息，所以这句话也是2个宾语，先人后物，先大家后消息。还有，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吗？请教是不是一个动作？请教的是人，请教你，请教你什么呢？请教你一个问题，我不懂，我想问问你，请教一下你。所以呀，请教后边也是有2个宾语，一个是人，一个是物。再看，征求，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，对不对？我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，请求、征求，还有咨询、转告、答应、赔偿、嘱咐、麻烦，这些呀也都可以放在动词的位置。除了请求一下大家的意见，再举个例子，比如说，咨询，用咨询造个句子。一般咨询什么？有问题会去咨询别人，对吧？咨询问题，但咨询肯定是要有一个人，不然你不能直接去问问题吧？你得有人，你再去问他问题，就是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，对不对啊？这些都是可以放在动词的地方。再来看，请你，用了最后一个转告，请你转告他这个通知，你要告诉的是他，但是你要说的是什么？说的是这个通知。所以呀，一个人一个通知，人在前，通知在后，请你转告他这个通知。所以当你如果在看到一个选项当中几个词里边有2个名词，或者有一个代词一个名词的时候，想一想，很有可能呀，它都是这个动作的宾语。这个时候呀，就要记住人在前，物在后。这些动词一般有什么呢？老师呀也给大家放在这儿了。具体哪个词还不认识、不熟悉，大纲词敲黑板，一定要怎么样啊？下功夫去记一记，查一查，最好呀用一用，熟能生巧嘛，对吧？用的多了也就记住了。好，看完了这些，我们做个小练习。第一个非常简单，4个词，他们、中国通、叫、我。有一个叫，是不是？叫后边一个中国通，一个我。谁叫谁？他们叫我，叫我什么？叫我中国通。在中国待时间很久了，什么都知道，就像一个中国通一样。这个呀，说的是我，对吧？他们叫我中国通。再看第2个，
坏消息，他告诉了我一个。看到一个，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词，量词。一个什么？一个坏消息。哎，这个呀，名词短语可能做宾语，很好。还有呢，我和他，哎，这个呀都可以做宾语。到底谁做？哎，这个我们再看看，告诉了我，他告诉了我，我告诉了他，是不是都可以呀？所以其实这个句子呀，你可以有2个答案。第一个，你说他告诉了我一个坏消息，他告诉的对象是我，告诉的事儿呢是一个坏消息，或者我告诉了他一个坏消息，都可以。再看下一个，王老师，外国人，教，专门，发音。王老师，老师做什么？老师教学生，很好。教谁？教外国人。教外国人什么？哎，发音。那专门呢？哎，特意的、故意啊，特意的、专门的，就是为你，对不对？专门它是一个副词，用在动词的前面。那我们的答案是什么？王老师专门教外国人发音，很好。再看，说了呀，我们前边已经说了很多，对不对？在最后，老师还想重复的是什么？在做题的时候啊，其实有一些固定搭配，很好。现在呢，就是一些真题当中的固定搭配，给大家梳理了一下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，看一看。第一个，说形容一个人的态度，一般说什么？态度很好，哎，这个是口语了。写作的时候，态度诚恳，非常好。例句读一读。道歉的时候一定要态度诚恳，所以呀，你们呐一定要记住了，跟别人道歉一定要怎么样？态度诚恳，这样别人听起来呀才更舒服。第二个，安排日程，对，安排日程，这个也是一个好朋友啊，他已经把日程安排好了。这是一个什么句？把字句，很好。把什么？把日程安排好了。我们说安排日程动宾，对吧？但在把字句里边有什么特点呢？宾语要放在动词的前边，所以先说日程，再说安排。还有要注意的是什么？安排是动词，动词不能落单儿，不能一个人呐，后边呀再加点东西。安排好了，已经完成了。再看第三个，说到电话打不进去的时候是怎么样？是占线了。好，看看例句。班主任家的电话一直占线。哎，说这句话呀简单，但是有考点。第一个的，白勺的后边是名词，一直，时间、频率，对不对？从始到终一直都是这个样子，放在动词占线的前面，很好。下一个，出席会议，例句。他要邀请专家出席此次学术讨论会。邀请的是专家，一个动作，动作的发出者是他邀请的人是专家。那专家做了什么？专家出席了此次学术讨论会。这是一个2个动词，对不对？动词中间这个专家是比较特殊的，既是邀请的对象，又是后边动作的发出者。下一个，输入密码，请重新输入您的密码。白勺的后边名词密码，重新
副词放在输入这个动词的前边。下一个，从事什么什么行业，对，做什么工作的，从事什么行业的。例句呢？他们从事服装行业，很好。服装行业，这是一个固定表达，可以学一学。名词名词直接去形容它。下一个，采取措施，例句呢？我们得立即采取措施。好，首先得是什么？应该放在什么呀？放在采取措施的前边。得做什么？得立刻、立即、马上做这件事儿，立即采取措施。好，这是第一面呐。我们的说固定搭配，就是一些好朋友们看到 A 想 B， 看到 B 想 A。再看还有哪些好朋友呢？价格上涨，天气原因导致蔬菜价格上涨。导致一个动词，涨第二个动词 A 导致 B， 对不对？导致后边是不好的东西，很好。导致什么了？导致蔬菜价格上涨了。好，第一个。再看，面临什么什么调整。例句呢？股票市场面临着新的调整。好，有一个小考点，面临着，对不对？动词加着，了着过要放在动词的后边。新的调整，白勺的放在名词的前面，很好。再看第三个，获得批准。例句，那个设计方案获得了批准。非常好，已经发生，把了放在动作的后边。删除文件，他把电脑里的文件删除了。又一个什么呀？把字句，把后边是什么？是宾语。先说电脑里的文件，再说动作删除，最后动作后边加了，很好。下一个，表现突出，他的工作表现非常突出。说人家工作表现的好，别老用这个好字儿，用一用更高级的突出吧。下面一个介词，从什么什么角度，我们要学会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事物。观察事物一个动作，学会另外一个动作，学会什么？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事物，这是一个观察事物的方法，很好。就是说两个动作的时候，有一个动作是第二个动作的方法。最后一个，让什么什么羡慕，他苗条的身材让人很羡慕。让，经常让后边会引出来一个人，让你怎么样？让我很伤心，让我很激动，让人很羡慕。好，这些是一些固定搭配。到这里呢，其实我们所有关于写作的第一部分，也就是排序题，可能涉及到的所有的语法，都在写作课里边讲到了。我们书写课下面呢，最后老师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做一做书写的一套真题。就那么几道题，我们看一看用到了之前学过的哪些语法呢？第一个，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，先看题目。这次展览特别大的规模，
看到这儿就想说，老师真题其实不难呐，讲的有点难，是不是？东西很多，只想告诉大家，都想告诉大家，希望呀，不管真题有什么，你们都能做对。来说第一个，既然简单，很快的给我答案吧。哎，看到白勺的了，是不是？白勺的后边要加名词，很好，所以的规模，什么的规模？这次展览的规模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一个特别大，副词、形容词的组合已经组合好了，都不用你来组了。答案是什么？这次展览的规模特别大。好，再看第二个。有些数据已经删除了，已经被，看到被，很显然考你什么？考你被字句，主语被怎么样了，对不对？删除了是一个动作，哎，是一个结果，动作的结果就是被删除了。那是什么被删除了？数据，数据被删除了。已经呢？已经要放在哪儿？已经要放在被的前边。答案就是这些数据已经被删除了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题目。项目相当顺利进行的。这4个词里边，哪一个比较特殊呀？出现了一个双人的，是不是？看到双人的，想到了什么？后边可能是形容词，非常好。哪个是形容词？顺利，进行的顺利，对不对？那相当呢？相当是什么呀？相当好，相当棒。相当是一个副词，太好了。副词要放在哪儿？放在形容词的前面，所以进行的相当顺利。那到这儿还差一个项目，放在哪儿？放在最开始的位置。说的就是项目，项目怎么样？项目进行的相当顺利。动词双人的，形容词，这个形容词前边还有一个相当的副词。好，接着看下一个。第94题，很有研究，他对古典文学找到了对什么什么，是不？所以这道题可能是考你介词结构，对某个东西有研究。这个是一个固定搭配，对什么什么有研究。那讨论的是什么呢？古典和文学，是文学，对吧？什么文学？近代的、以前的、外国的还是中国的？是古典文学。那对古典文学有研究，就剩什么了？很了，是不是啊？很是什么？很是一个副词，副词要放在谓语、形容词或者动词的前边。那他对古典文学很有研究的句子，答案就出来了。在这里记一下对什么什么有研究这个固定搭配。还有介词，整个对古典文学是一个介词结构，它要放在我们说这种有研究、很有研究，它是一个形容词性的谓语，或者直接放在哪儿？动词的前边。再看下一个，请震动状态将手机调成，怎么做这个题目啊？请一般都会放在哪儿？放在句子的一开始，对不对？那剩下的呢？调成，还有一个将手机，这个像什么呀？
像不像我们说的把字句呀？把什么什么当做什么什么，把什么什么成什么什么，前边再加一个动词，对不对？这里是调成，将啊，其实和把差不多，它都是呀，要引出来一个对象。那我们说这道题将什么什么调成什么什么状态，也可以当做一个小的固定搭配来记。那分析到这里，答案也就出来了。请怎么样？请将手机调成震动状态。调成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那这里说将和把差不多，对吧？这句话也可以说，如果没有这些题，没有这些词的话，它还可以怎么说？请把手机调成震动状态，非常好，也是把字句的一种。再看下一个，放在信封里了。我把收据和将不一样，这道题直接给了你什么？直接给了你把，而且呀，人家还告诉你了，我把收据，引出来的收据都放这儿了，剩下你应该怎么做呢？收据，看到了宾语，找什么？找动词，动词是什么？放在，对不对？我把收据放在后边加什么？在后边当然要加一个地方，这里是在信封里，最后再加一个了放最后，考的你是把字句，句型是主语把什么东西放在哪儿了，句子呢？答案就是我把收据放在信封里了，很好。再看下一题，出色，他们双方的都表现很。这道题有好几种方法，你看你喜欢怎么做啊？如果是老师的话，从最简单的他们双方的白勺的开始，找一找名词，看到白勺的很开心，我就找名词，表现，非常棒。他们双方的表现，这是第一个小组合。第二个呢，看到了什么呀？看到了很后边加形容词，没有问题。很怎么样？很出色。他们双方的表现很出色。还有一个都放在哪儿？都呀要放在很的前边，所以答案就是他们双方的表现都很出色。的加名词，白勺的名词，副词形容词，副词是什么？很出色，对不对？很副词，出色形容词，都最后要放在整个很出色的前面。看看我们的最后一题吧。涨了近1倍，价格丝绸的，又看到什么了？又看到白勺的了，太开心了。4个词有1个白勺的，至少2个词的位置我确定了。白勺的后边是什么？是名词。哪个是名词？价格。丝绸的价格怎么样？涨了近1倍，涨是一个动词，典型的主语动词宾语的句子，主谓宾啊，这是最简单的，涨了近1倍，固定搭配，记一下这个表达怎么表达价格的倍数。所以我们的答案是什么？丝绸的价格涨了近1倍。这些呀就是真题，老师选了一套1个字儿都没有改的给你们放在这了。是不是做题的时候觉得这个书写第一部分的排序题没有那么难？老师说了很多语法，考的呀都是没有那么复杂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词啊其实就那么些，不可能给你拆的特别的散，特别的小，所以难度不高，但是还是要求大家怎么样啊？打好基础。还有呢，
把这些词儿啊都学会，都认得，都是大纲的词，所以呀，还是要继续努力哦。今天的课呀就到这里了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整个5级书写第1部分排序题、语法都讲完了。请大家呀好好复习复习，哪块不懂，可以直接给我们微信留言。最后祝大家考试顺利，我们有机会再见。